可我们若是不肯，只冲你一个人呢？青羽妖族的那位八品天仙问道，话语之中充满着轻视与不屑的态度。祖武修行界内有大阵守护，无论你们用何手段，其实都杀不死我族人。而日后离开祖武修行界，我会找到那些曾欺辱过我族人者，把你们所作所为一一奉还。那个时候因没有守护阵法的保护，我可就不能保证你们是否还能活着。楚风说道，我没听错吧？他居然在威胁我们，他居然在威胁我们！哈哈，一个区区处世天族的族人，居然胆敢威胁我青羽妖族！此刻，那位八品天仙忽然大笑起来，并且在其大笑之时，还不断的看向自己的族人，那种目光就好像自己被藐视了一样。而面对那位八品天仙这样的嘲讽，楚风不仅淡然自若，反而在他的嘴角也挂着一抹笑意。对方明明是在嘲讽自己，可是楚风却好像是在看待一个跳梁小丑一般看待着对方，威胁我们，你凭什么？猛然间，那位八品天仙出手了。这一次，他一掌轰出，立刻便有一张青色的巨手凭空而现，向楚风轰击而来。紧接着，那巨手轰然而至，在楚风身前爆炸开来，道道青色的能量涟漪，更是翻江倒海一般，向四下翻涌而去，瞬间便淹没了一方天地。记住我的话，否则你会后悔。可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却是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楚风的声音竟是自四面八方传来。听得此话，那位八品天仙赶忙大袖一挥，一时之间狂风大作，瞬息间便将那肆意的能量涟漪吹散开来。而在先前楚风所在的位置，已经没有了楚风的踪迹。混账！此刻，那八品天仙忍不住大骂一声，因为他包括在场的其他人都很清楚，楚风是已经逃了。楚风的确是逃了，因为楚风知道青羽妖族也是掌握着特殊血脉的妖族，而那个八品天仙也应该掌握着特殊的手段。就算楚风亮出仙兵，再度获得逆战一品战力，可也未必能够战胜那个八品天仙。这样的争斗毫无意义，搞不好青羽妖族还有更强的族人赶到，那个时候可就是楚风吃亏了。所以，与其进行没必要的争斗，还不如趁着对方大意之际赶紧脱身。反正楚风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意思便好。楚风脱离之后，并没有立刻去找楚平等人，而是兜兜转转了一番。其实楚风是想知道，这些青羽妖族的族人来到此处，为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那个散发着浓郁天地能量的根源？楚风也试着寻找了一下，可却发现，尽管那天地能量的气息越来越浓，可是想要找到根源，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终于，楚风又寻找到了一批青羽妖族的族人。这一次，楚风并未现身，而是暗中听起了他们的对话。从他们的对话中，楚风得知，他们来到此处，并不是寻找仙核的，而是来寻找一个名为仙金矿的东西。只是那仙金矿具体为何物，他们却并没有提起。但楚风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为了寻找这仙金矿，特意请来了一位高手，而那个高手并非青羽妖族的族人，这让楚风不由得打消了寻找那仙金矿的念头。因为在楚风看来，以他如今的实力，就算能够找到那仙金矿，怕是也不是那个所谓高手的对手。毕竟一个青羽凤鸣的八品天仙，就已经够让楚风头疼的了。随后便回到了那仙河的源头处，楚平、楚清、楚浩言、楚环宇四人皆在此处，只是他们却是一脸的焦急与不安。楚风弟弟，你总算回来了，你没事吧？见到楚风，楚平赶忙迎上前来，我没事，只是遇到了一个叫做青羽凤鸣的人，虽然实力不俗，可是我倒是趁他大意的时候脱身了。楚风说道。青羽凤鸣，听得这四个字，楚平顿时神色一动。楚平大哥，认识此人？楚风问道。我并不认识，倒是听闻过。这青羽凤鸣应该不到200岁，号称青羽妖族天赋最为异禀的天才之一。青羽妖族的族人一直在等着这青羽凤鸣进入祖武修行界，看来这次他与你一样，在今年选择进入了祖武修行界。楚风弟弟，此人实力如何？楚平问道。修为乃是8品天仙，不过因为并未真正的交手，所以他的具体实力我并不清楚。楚风说道。8品天仙。听得此话，楚平的神色变得越发紧张起来，随后问道，那楚风弟弟是如何脱身的？楚平大哥，楚风弟弟的本事可是非常了得的，8品天仙难不住他。就在此刻，楚清开口说道，楚风弟弟果然奇才。楚平眼中充满惊讶，他尽管已然知道楚风是当今楚氏天族的最强天才，甚至还击败过黎氏天族的最强小辈，可是楚风具体有着怎样的手段，他并不知晓。但是从楚风可以凭借6品天仙的修为，从8品天仙的青羽凤鸣手中逃脱，这楚平便意识到楚风定然有着过人之处。楚平大哥，你知道仙金矿吗？楚风问道。仙金矿当然知道，那是在仙河现世的时候便会出现的一种矿源，但是相比于暗流仙河，这仙金矿更为难找，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力量。实不相瞒，在先前与青羽妖族族人相遇的岩洞中，应该就有仙金矿。其实我们几个走出去也是怪我了，我感受到那气息，便觉得可能是有传说中的仙金矿，所以想着反正此处是地下，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我们，便想去碰一下运气，结果却碰到了青羽妖族的人。看来他们是奔着仙金矿而来的，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寻到。提及那仙金矿，楚平的脸上涌现出了满满的向往之色。楚平是一个本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本分到有些胆小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为了那所谓的仙金矿而去以身犯险，可想而知，这仙金矿的诱惑力当真是不小。楚风，看来你也听闻了仙金矿的事，莫非你发现了仙金矿？就在此刻，楚环宇对楚风问道，他的眼中涌动着贪婪的目光。不仅仅是楚环宇，楚浩言也在用同样的目光看着楚风，甚至在楚环宇发问之后，就连楚平和楚清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尽管楚平与楚清二人并没有像楚浩言与楚环宇那般贪婪，可是他们的目光之中
却也涌现着期待之色。我倒是真的试着寻找了一下，但是并未找到。不过我听闻青羽妖族此次是有备而来，不仅青羽妖族派来了高手，他们还请来了外族的高手，所以咱们就不要想着那些近况了。毕竟遇到一个青羽凤鸣已是有些棘手，若是再遇到在那青羽凤鸣之上的高手，怕就是在劫难逃了。楚风说道。楚风弟弟说的在理，那些金矿咱们还是不要再想了。楚平笑着说道。这暗流仙河的力量其实也是不俗，尤其到了源头处，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中心区域去修炼，相信对大家都会有着不小的帮助。楚风说道。楚风弟弟所言极是，趁着暗流仙河还在，我们还是先修炼吧。楚平说道。可是猛然间，他似是想起了什么，随后猛拍自己的脑袋，一脸愧疚的道：看我的脑袋，差点忘了，双双妹妹也来了，双双姐也来到此处了。楚风问道：是啊，我们回来后便再次看到了这个。楚平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萤火虫，但楚风一眼就看出那不是萤火虫，而是一个阵法所化。楚风将萤火虫握在手中，精神力向内灌输，顿时一些信息进入楚风的脑海，的确是楚双双。楚双双来到了此处，却并没有见到楚风等人，于是便也沿着那条岩洞去寻找楚风等人，但是他又怕楚风等人归来，所以便留下了这只萤火虫，告知楚风等人，若是回到此处，便不要再离去，在此等着他回来。楚平大哥，双双姐的事情交给我吧，你们在此修炼。楚风说话间便欲转身离去，可楚风刚刚转身，便被楚平抓住了手腕。楚风弟弟，要去一起去，不能让你只身犯险。楚平说道。外面什么情况你们知道，我一个人倒还好说，但是带上你们反而不方便。楚风说道。只是楚平觉得让楚风一个人去有些不公平。没有，只是安全要紧。楚风笑着说道，随后便推开楚平的手，转身向那狭窄的岩洞行去。楚风就算去找双双姐也不急于一时，但是这暗流仙河可不会一直存在，不如先修炼吧。若是暗流仙河消失后，双双姐还会回来，再去寻她也不迟。就在此刻，楚浩言开口说道。那岩洞内到处都是青羽妖族的人，双双姐去寻我们，若是遇到他们怎么办？先前经历了什么你应该很清楚。楚风说话的时候有着隐隐怒意，你冲我发什么火？我还不是为了你好，这暗流仙河是难得的机会，你就要这样错过吗？况且双双姐一个女孩子，就算遇到青羽妖族的人也未必会难为她，就算真的难为她了又能如何？反正有阵法守护，她又死不了。楚浩言说道。楚浩言，若是你不能明白亲人的重要性，就算你愿意放下对我的恨，但我们也永远成不了兄弟。楚风说完此话便转身离去。哼，装什么好人？楚风走后，楚浩言很是不爽的嘀咕一声，浩言弟弟，你可不要忘记先前我们受辱之时，是谁舍身相救？是谁替我们讨回了公道？又是谁在青羽妖族援军赶来之际，独自一人留下挡住他们，让我们先撤退的？你扪心自问一下，楚风他是真的在乎我们，还是在装好人？楚青对楚浩言问道。但我有错吗？修武者的世界本该就以修炼为主，眼下暗流仙河所剩时间不多，不抓紧修炼，简直是浪费机会罢了。随你们，我是不会浪费这次机会的。楚浩言说话间便跃入了暗流仙河之中。看着这样的楚浩言，楚青倒并没有生气，因为在楚浩言先前说话的时候，他竟在楚浩言的脸上看到了些许内疚之色，这说明他也为自己先前说楚风装好人而感到自责了。不管他之前多恨楚风，也可能现在他依然还憎恨楚风，可是至少他也意识到楚风是真的为他们付出了。在楚青看来，以楚浩言这种性格的人能有这样的改变，这就是一件好事。楚风再度进入那浩瀚的岩洞之内，这一次他开始四处寻找楚双双的下落，甚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使用手段逼问了一下青羽妖族的族人，但是哪怕如此，楚风却始终没有找到楚双双的踪迹。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有些慌了。若是楚双双真的被青羽妖族的人抓到，的确不会有生命危险，可是难免会遭受青羽妖族的折磨，尤其是在刚刚他们得罪过青羽妖族的情况下，楚双双若真的被抓到，那处境可是相当危险。楚风可是非常清楚，在灵魂不断被摧残的情况下，就算灵魂不灭，可也会造成神志不清，甚至疯癫失忆的情况，并且只要造成了这种情况，那么想要修复也是很难的。无奈之下，楚风只得向这岩洞的深处行去，甚至楚风已经把目标投向了青羽妖族的人。凡是遇到青羽妖族的人，楚风都会仔细观察，看看他们有没有抓走楚双双的嫌疑。只是奈何依旧没有线索。楚风，你错过暗流仙河修炼的机会，我不说你什么，但你这样深入，怕是会遇到青羽妖族的高手，到时候莫说救楚双双，你自己也要倒霉。女王大人忍不住提醒起来，要知道女王大人可向来最替楚风考虑的，楚风的朋友死活女王大人从来不在乎，她只希望楚风能够得到好处。先前那暗流仙河对楚风来说绝对是个机会，可是楚风决定放弃在暗流仙河修炼，去找楚双双的时候，女王大人什么都没说，因为她知道就算说了也没用。楚风向来是把一些人看得很重，哪怕有些人与楚风根本没有什么太深的交集，在女王大人看来根本没必要为这些人付出的人，但只要楚风决定要管，就一定会管，哪怕女王大人怎么劝都是没用。很显然楚双双就是这种人，所以女王大人没有劝楚风是对楚风的尊重。可是现在不同了，楚风继续深入下去，连自身都会不保，这种情况下女王大人做不到坐视不理。但放心，我心中有数。楚风笑着回道。然而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却是倍感无奈，她知道她的劝解又是没用了。不过奇怪的是，楚风越是深入，却越见不到青羽妖族之人的踪迹，并且深入之后，楚风竟然在这浩瀚的岩洞之中发现了一片大雾，白蒙蒙的雾，宛如雾海一般，一望无际。起初还好，
楚风在外面的时候，天眼都不用使用，便可以洞穿这雾气，看清内部的一切。可是当楚风真的走入这片雾海之后，楚风却发现一切都变了。这雾的颜色从白色渐渐的变成了彩色，而楚风的视线也开始被这大雾所遮蔽。莫说用肉眼来看，哪怕是楚风的天眼所能看到的距离都是有限。这雾好诡异，该不会中了青羽妖族的陷阱了吧？女王大人紧张地问道。不，我们怕是得到了机遇。楚风说道。机遇？莫非这雾与仙金矿有关？女王大人问道。我以天眼来看，的确可以洞察一些端倪，此处的确与仙金矿有关。楚风说道。太好了，此处根本没有青羽一族的踪迹，看来他们也还没有发现这里。楚风，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你错过了暗流仙河，可不要再错过这仙金矿了。你可要知道，你现在得罪了青羽妖族，你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否则你拿什么与他们抗衡？在这种地方，你没有人可以依靠，你只能靠你自己。不仅仅是你自己要靠你自己，楚世天族的那些人也全都要靠你。女王大人说道。我的蛋蛋，不用说了，就算没有仙金矿，我也不会离开这片雾的。楚风说道。哇，那是为什么？听得楚风此话，女王大人则是有些茫然。知道我为什么毅然而然地进入这雾区吗？是因为我在这雾气内感受到了一丝双双姐的气息，只是奈何进入这彩色的雾气后，我感受不到她的气息了。应该是这雾气影响了我的感应。楚风说道。他说的是实话。楚风在靠近这雾气的时候，的确就开始感应到楚双双的气息，这说明楚双双就在这雾气内，所以楚风才选择进入此处。看来是天意。听得楚风这样讲，女王大人则是更加高兴了。她先前最怕的就是楚风为了楚双双放弃追寻仙金矿的机会。现在来看，楚风就算不追寻仙金矿，可在找到楚双双前，也不会离开这片诡异的雾气。这样一来，楚风就有机会找到仙金矿。女王大人自然高兴。因受彩色雾气影响，现在的楚风已经感受不到楚双双的气息，眼下只能凭借感觉寻找楚双双。忽然，楚风听到一声轰鸣，尽管那声音很是微弱，可是楚风却依旧捕捉到了他的方位。楚风这一刻没有犹豫，直接施展出神级雷纹，又施展出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符两大秘技，快速的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那声音距离楚风其实很远，正因如此，楚风越是靠近，那声音越是响亮。只是因为这彩色雾气隔绝的作用，楚风只能听到声音，却根本感受不到威势以及具体情况。似乎有人在打斗，不能确定是不是双双姐。楚风说道。那你小心点，观察清楚再靠近。女王大人说道。放心吧，我的女王大人，我心中有数。楚风点头道。终于，楚风靠近了，他也能看到是何人在发生争斗。很遗憾，那不是楚双双，但那却是一个女子，准确来说是一个女孩子。看她的脸庞，看她的模样，看她的身高，应该是一个只有8、9岁的孩子。这个丫头五官很是精致，小鼻子小嘴，却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小小年纪，睫毛又长又翘。但奇怪的是，这女孩明明年纪很小，可却有着一头雪白色的长发，而她所穿着的白色长袍上面也是刻满了符咒，那是结界符咒，但却是连楚风都解读不出的符咒。总之，那些符咒看上去有些诡异，让楚风感觉很不舒服。怎么会是个孩子？女王所见，楚风也见到了，他感到很是惊愕。5品天仙，只比我弱1品，这不该是一个孩子所有的修为。楚风皱着眉头说道。眼下那个女孩正在与一个怪物争斗，准确来说，不是一个，是无数个。那是彩色的光柱自地底延伸而出，自四面八方而现，向女孩发动攻势。那光柱很是华丽，如彩虹一般，可若仔细观看，便会发现光柱的顶端竟然是一张大口，尖牙利齿。惊悚之际，那是怪物，无数只怪物在向女孩发动攻势，并且这些怪物实力很强。女孩若没有5品天仙的修为，早就被这些怪物所杀。但哪怕眼下，这女孩也是面临着危机，她已经落入了下风，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猛然间，那女孩被一只怪物抽中，直接向楚风所在的方向飞落而来。说来也巧，那女孩竟落在了楚风的10米之外。而与此同时，女孩怀中有一物落出，那是一个矿石，不过掌心大小，却是七彩流转，仿佛蕴藏无尽仙力。而与此同时，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更是释放而出，整个岩洞所充斥的天地能量气息都是源于此物。仙金矿，楚风，那是仙金矿。看到仙金矿，女王大人顿时大喜。砰砰！猛然间，楚风周围的地表开始炸裂，无数只散发着彩色光华的怪物向楚风以及那小女孩发动了攻势。5品天仙的怪物哪里是楚风的对手？楚风动都没动，只是意念转动之间，杀意横扫之际，那出现在周围的所有怪物便纷纷暴体而亡。小姑娘，你没事吧？楚风来到小女孩身旁，将小女孩搀扶了起来。小女孩自己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迹，随后竟然退后一步，看向楚风的目光中涌现出了一抹倔强和忌惮。看着这样的目光，楚风心中一动，他忽然想起了东方海域无极血海那个娇小可爱的小姑娘小鱼儿。虽然二者长得很不相同，眼前的小姑娘也比小鱼儿当年要大了几岁，可是那双清澈的眼眸却很像。别怕，我不会伤害你。楚风解释道。那个是我的。小女孩指着不远处的仙金矿说道。楚风，你真的要将这仙金矿给他吗？这仙金矿的力量太强了，你若自己用来修炼，定可突破修为。女王大人说道。这仙金矿的力量的确诱人，只是可惜我不能从一个小姑娘手中抢走它，这不符合我楚风做事的原则。楚风淡淡一笑，随后探手一抓，便将那仙金矿抓入到手中，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很是小心地伸出了小手，接过仙金矿后，赶忙放入了怀中，随后还倒退了2步，已经用那警惕的目光看着楚风。眼见着楚风真的没有抢夺他那宝贝的意思后，才问道。
你真的要将它还给我呀？难道还是假的吗？楚风笑着问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仙金矿，每次仙河现世，整个祖武修行界只有3个仙金矿出现。小女孩说道。我知道它很具有诱惑力，但既然是你发现的，我不会抢走。楚风说道。其实这个仙金矿可以供多人修炼，这样吧，你若带我安全的离开此处，我就与你共享这仙金矿。小女孩说道。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楚风笑了。小女孩的童音很是可爱，同声同气，像是大人一般与自己讲条件。楚风觉得很是有趣，算是谈条件吧。小女孩说道。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来自哪个家族？我就答应你。楚风问道。楚风凭借天眼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小女孩真的只有7、8岁，而一个7、8岁的小女孩却有着5品天仙的修为，这着实太可怕了。这才是真正的妖孽，真正的天才啊！所以楚风才很想知道是哪个家族培养出了如此厉害的天才人物。我不可以告诉你我来自哪个家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叫做白黎洛。白黎洛。楚风记下了这个名字。你呢？叫什么？小女孩问道。我叫楚风，你就叫我楚风叔叔吧。楚风笑着说道。你的年龄又不大，凭什么让我叫你叔叔？这不是占我便宜吗？不行，我要叫你楚风弟弟。小女孩倔强地说道。哈哈，那你这就是占我便宜了呀。楚风笑着说道。我不管，就叫你楚风弟弟。好了，楚风弟弟，别废话了，快带姐姐离开此处。小女孩说话间便转到了楚风身后，娇躯一纵，竟然落在楚风的背上，一双小手紧紧地抓住了楚风的肩膀。小丫头，你这是要我背着你走？楚风问道。当然了，这么危险，只有在你身边我才安全。别废话了，快走吧。还有就是小心点，那些东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只要我们的身上有仙金矿，他们便会不断的攻击我们。小女孩说道。放心吧，我的黎洛姐姐，我楚风保你安全离开此处。楚风笑道。且说话间便快速的向着雾气的深处飞掠而去。砰砰，楚风这一动，那怪物便再度出现，并且就像是能洞察楚风前行的方向一般，都是呈包围之势自楚风前方出现的。不过那些怪物的实力对楚风没有任何的威胁。楚风一路走来，威压横扫开来，那些怪物刚刚自地底钻出，便立刻粉身碎骨，无法阻拦楚风半步。自是虽然怪物没有造成威胁，但是小女孩却是急了，因为她发现楚风根本就不是离开的方向，反而是在向雾气深处而去。你怎么向里面走啊？小女孩问道。我要找一个人，找到之前我不能离开此处。楚风说道。找谁啊？是不是一个女子？小女孩问道。对，你见到过？楚风问道。见到了，被青羽妖族的人抓走了。小女孩说道。被抓走了？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紧。被抓走没有多久，不过我很聪明，在青羽妖族的身上留下了记号，所以我知道他们在哪。你带我离开此处，我带你去找他。小女孩说道。告诉我他们去了哪个方向？楚风说道。出去就告诉你。小女孩说道。小丫头，你可不准骗我，否则你这仙金矿便不是你的了。楚风威胁道。你看我像是那种会骗你的人吗？骗你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小女孩问道。先不说小女孩的确没骗楚风的理由，而在小女孩说话的时候，楚风一直在观察着她，以此判断她有没有撒谎。而根据楚风的判断，这小女孩的确没有撒谎。小丫头，抓稳了。随后楚风调转身形，便快速地向那来时的方向狂奔而去。而与此同时，在这浩瀚岩洞的另一处，青羽妖族的2队人马集结了起来，其中一队人马乃是那青羽凤鸣所率领的，而另外一队人马是一个留着杨须胡的中年男子所率领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留着杨须胡的男子，他的修为竟然比青羽凤鸣还要强横，乃是9品天仙，是真正的天仙巅峰，只差一步便可踏入武仙境，掌握最纯粹的仙级武力，使用仙兵。凤鸣怎么搞的？不是叫你跟着那只怪物吗？杨须胡有些责怪地看着青羽凤鸣，他太狂妄了，完全不将我青羽妖族放在眼中。我与他争辩了几句，他便丢下了我。依我看，他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们，没有想过帮我们找到仙金矿。若是让我带到他，非要他好看不可。青羽凤鸣很是愤怒地说道。凤鸣，你可千万不要乱来，你难道不知道那个丫头为何被誉为怪物吗？杨须胡男子说道。一个小丫头，不过5品天仙的修为，有何可怕的？青羽凤鸣不以为然。凤鸣，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青羽妖族费尽心思想拉拢他加入我青羽妖族，做我青羽妖族的客卿长老，只是看中他那龙纹级尊袍界灵师的实力吧？杨须胡男子问道。难道不是吗？青羽凤鸣问道。当然不是，他若真的至少5品天仙，又岂会轻易的将你甩开？别说是你了，就算是我在他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杨须胡男子说道。这么说来，他是武仙境的高手？青羽凤鸣问道。杨须胡男子点了点头。那他是几品武仙？青羽凤鸣问道。具体是几品武仙不得而知，但绝对不是1品武仙便是了。杨须胡男子说道。他竟然这么厉害？青羽凤鸣的眼中露出了惊讶之色。何止厉害，还心狠手辣。李氏天族的族人当年就因为得罪了他，全族的人都被他硬生生的折磨疯了，无人能够医好。杨须胡男子说道。这丫头竟然如此可怕。听到这里，青羽凤鸣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些后怕之色。他不会忘记，其实与那丫头走散，并非是他被甩开了，而是他与那个丫头争执之后，那丫头的眼眸忽然变成了白色。他也不知为何，看到那丫头白色的眼眸之后，他的内心便产生了惧怕之感。而那丫头更是威胁道，不许再跟着他，若再跟着，便要他小命。那一瞬间，他真的被吓住了，所以没有继续跟着那丫头，眼睁睁地看着她走远消失。事后他还非常愤怒，气自己居然被一个小丫头吓住了。可是听了杨须胡的一番话后，他才开始庆幸没有与那丫头过不去，否则此刻的他怕是已经被那个丫头逼疯了吧。他在这祖武修行界内横行已有30年，没人敢招惹他。杨须胡男子说道。
20年，那他多大了？青羽凤鸣再度感到吃惊，你还真以为他是7、8岁的孩子？杨须湖男子淡淡一笑，随后说道：“他的年龄没人知晓，但绝对不是7、8岁便是了。一个已经在祖武修行界横行20年的怪物，怎么可能只有7、8岁啊？”杨须湖男子说道：“这么危险的丫头，为何非要让她加入我青羽妖族？这不是惹祸上身吗？”青羽凤鸣问道：“这你就不懂了。这个丫头虽然危险，可她的确很有用。若是她能加入我青羽妖族，那我对我青羽妖族来说，统一整个祖武修行界的东域，也就指日可待了。”杨须湖说道：“想不到这个丫头竟然有这么大作用，看来日后对她还真要客气一点了。”青羽凤鸣说道：“当然要客气一点，这不仅仅是为了我青羽妖族，也是为了你个人安全。”杨须湖说道。听得此话，青羽凤鸣表面上是轻描淡写的一笑，可是内心深处却早已经有了计行。再遇到那个小丫头，他一定会避让3分，因为那可不是一个小孩子，而是一个可怕的怪物。与此同时，楚风还在那雾气之中纠缠。按理来说，就算那雾气面积很大，但是以楚风的速度，其实早就应该离开了才对。眼下之所以没有离开，那是因为那些怪物始终在纠缠着楚风，并且那些怪物的实力已经提升了许多。眼下围绕着楚风的怪物，竟然全部都是9品天仙的境界。面对这种境界的怪物，楚风已经别无选择，必须全力以赴才行。眼下，楚风额头之上不仅神字雷纹闪绕，那远古战斧与远古战剑在其周身旋转，就连可提升1品逆天战力的仙兵，楚风也是握在了手中。此刻的楚风修为从6品天仙提升到了7品天仙，还掌握着逆战2品的战力。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依旧难以摆脱这些怪物，他已经被困在了此处。然而，在楚风想尽办法想要摆脱这些怪物的时候，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身后背着的小丫头，一双乌黑黑的大眼睛中却闪烁着诡异的目光。楚风速度极快，行踪不定，只能看到他的影子在四下不断出现，而每一次楚风刚刚出现后，便立刻有怪物向其所在的位置发动攻势。在此期间，楚风也不断发动攻势，可那怪物仿佛坚不可摧，楚风的仙法竟然也是无用，逃不可逃，破不可破，楚风已然陷入了困境。可恶！这种情况下，楚风的眼中闪过一抹决意。下一刻，血色的雷霆不断轰霞，道道轰鸣也是随之炸响，是仙境武技，仙境血雷术，仙境血雷术。那周遭的所有怪物立刻被轰得魂飞魄散。眼见着楚风居然连这等手段都使了出来，那在楚风背上的小女孩一双眼眸之中也是涌现出了些许惊讶之色。显然，楚风所掌握的手段已是让他感到惊讶。可是就在这时，竟有一声诡异的咆哮自地底深处传来。糟糕！这一刻，楚风的脸色大变，他察觉到了一股自己难以抗衡的气息。猛然之间，得表震动，碎石纷飞之间，无数只庞然大物自得底深处掠出。这些流转着彩色光华的怪物，虽比之先前那些大了10倍不止。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散发的气息已不再是天仙，而是武仙。虽然只是1品武仙，可对于楚风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境界。忽然，其中一只怪物动了，那巨大的身躯化作一条巨大的长鞭，夹带着呼啸的狂风，狠狠地向楚风抽来。一切来得太快，楚风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这怪物狠狠地抽中。一声惨叫之后，楚风便如离弦之箭一般飞射而去。身后的小女孩和手中的仙兵都被同时轰飞了。只是楚风还没飞出多远，便立刻被一只怪物狠狠地缠绕了起来。下一刻，楚风开始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因为那怪物在用抹杀性的力量粉碎他的肉身。没错，那怪物根本没有伤害楚风的肉身，而是在直接袭击他的灵魂。此刻，楚风只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不断的被撕裂，这种痛苦连楚风都难以承受，不断发出撕心裂肺的咆哮。而与此同时，小女孩也被其中一只怪物缠绕，开始承受着相同的攻势。那小女孩因为难以忍受那种疼痛，很快便昏死了过去。倒不是那小女孩和楚风的承受能力差，而是这怪物的攻击力实在是太过可怕了，那是一种针对灵魂都攻势。这种情况下，楚风感觉大脑一片空白，除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还能感受到之外，楚风就像是忘记了一切。这种情况下，楚风也陷入了昏迷之中。但最可怕的是，看上去楚风明明已经昏迷，明明已经失去了意识，可是实际上楚风却还在承受着那难以承受的痛苦。也就是说，哪怕他昏迷了，却依然在承受着灵魂被撕裂的痛苦，他的疼痛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若是一直这样下去，楚风的精神会崩溃，记忆会很乱，甚至瓦解。可是就在楚风陷入那可怕的昏迷之际，那个早就昏迷的小女孩竟然睁开了眼眸。此刻，那缠绕着他的怪物仍在对他发动着进攻，可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痛苦之色，就仿佛那怪物的进攻对他根本就是无效一般。猛然间，那小女孩的眼眸竟然从乌黑之色化作了白色，而在那一刻，一股恐怖的力量便自她的体内释放而出。只是顷刻之间，那些1品武仙的怪物竟然灰飞烟灭，原本被怪物缠绕于半空的小女孩也是宛如仙子一般飘落下。此刻的她样貌似仙子，可是她的气息却比恶鬼还要狰狞。若是有人能够感受到这小女孩身上此刻所散发的气息，定然会被吓得不轻。就在此刻，大地开始颤动，紧接着无数道彩色的光华自的底升起，那彩色的光华与彩色的雾气相融，似是形成了某种力量，飘动于这方天地。小女孩自怀中取出了那个仙金矿，忽然间，仙金矿内释放出了某种引力，那彩色的力量便开始向仙金矿内灌输而去。眨眼间，这片天地的所有雾气以及那彩色的光华，皆是被那仙金矿所吸走。此处的岩洞恢复到了以往的正常模样。
只是小女孩手中的仙金矿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那是气息的变化，就仿佛此刻的仙金矿才是真正的仙金矿。小女孩手持仙金矿走到楚风身前，看着那明明昏迷却满脸痛苦的楚风，这小女孩的嘴角竟然扬起一抹上翘的弧度，微笑的同时，她竟将手中的仙金矿放在了楚风的额头之上。虽不知你从何而来，但就看你的人品，姐姐也甚是喜欢。这仙金矿原本是准备自己用的，但现在便当作是姐姐送你的礼物吧。话罢，小女孩眼眸一动，一股奇异的力量自其体内释放而出，融入到仙金矿之中。下一刻，仙金矿竟有彩色光华释放而出，如瀑布一般，顺着楚风的脑袋向楚风的灵魂深处灌输而去。此刻楚风先是轻哼一声，紧接着那原本满是痛苦的面容竟然开始舒展起来。楚风原本在遭受着那怪物的摧残，哪怕已然昏迷，可是灵魂上却也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只是忽然间，那痛苦开始减缓，就像是怪物停止了对自己的折磨。这样的变化让楚风不解，可更令楚风不解的是，又过了没多久，竟有一股极为柔和的力量向自己的体内灌输而来，那是天地能量，并且不是简单的天地能量，它极为的柔和，可与楚风的身体完美的融合，并且其中还蕴藏着天地奥义以及修武之道，只要将其领悟，便可悟出修武之法，可让楚风冲过修武之屏障。这样的变化让楚风倍感吃惊，尽管不知是何原因，体内开始融入此等力量，但楚风还是开始了领悟，因为这股力量本身就很好领悟，再凭借楚风的悟性，很快便顿悟了其中的奥义。楚风甚至觉得，凭自己所领悟的修武之道，以及自身积累的天地能量，结合自己的血脉之力，莫说冲破7品天仙的屏障，就连8品天仙的屏障也是不在话下。但是自己明明正在被那怪物折磨摧残着，怎么忽然间领悟到了如此强大的修武之道、天地奥义？楚风很是不解，也很是吃惊，甚至怀疑这只是一场梦，而并非真实发生的。猛然间，楚风惊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倒卧在岩洞的地上。尽管此刻雾气尽散，可楚风却一眼便可确定，此处正是先前他被那怪物击败的地方。但是怪物怎么没了？那小女孩也不见了，同时那块仙金矿也是不见了。在整理自己先前所领悟到的修武之道，竟然如此真实的存在自己的脑海之中，甚至自己若是需要的话，现在就可立即尝试突破。而他又是如此自信的，觉得自己可以突破成功，这让楚风顿时狂喜不已，因为这一切并非是做梦，竟然是真的，竟然是真的！激动之余，楚风竟高呼出声：“楚风，你醒了，你怎么样？你还好吗？”就在此刻，女王大人那柔美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只不过在女王大人语气之中却是充满了担忧，那是对楚风的担忧。淡淡，我没事，不仅没事，还有好事发生。楚风欣喜若狂，声音之中都有着难以隐藏的喜悦。好事？什么好事？女王大人问道。淡淡，你难道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楚风问道。发生了什么？难道你失忆了？你刚刚不是被那怪物弄昏了？女王大人一脸的茫然，被楚风的话给弄得有些糊涂。女王大人能够与楚风共享视听，可是在刚刚楚风昏迷且灵魂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女王大人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所以尽管女王大人在楚风昏迷期间依旧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可实际上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她并不知晓，她所知晓的只是楚风所知晓的。淡淡，有点不对劲。楚风说道。哪里不对劲？女王大人问道。随后楚风便将自己之前所发生的情况全部告知了淡淡。竟有如此好事！听得此话，女王大人也是一脸的欣喜，但与此同时，她的一双美眸也在不断的闪烁，是在思考这一切的缘由。会不会是那个小丫头？女王大人说道。而女王大人这样一说，楚风也是猛然意识到，那个小女孩不见了，与此同时，那块仙金矿也不见了，这一切似乎真的与她有关。淡淡，你是说，是那个小丫头救了我？楚风问道。这个倒是不好说，但是我倒是觉得，你此刻所获得的力量，一定是与仙金矿有关，所以是不是小丫头救了你不知道，但一定是她把仙金矿的力量给了你一部分，正因如此，你才有现在的变化。女王大人说道。淡淡所说即是，看来多半就是如此。想不到我最后还是托了那个小丫头的福。此刻楚风基本已经确定自己所获得的力量乃是拜那个小女孩所赐，那小女孩已是那般厉害，那她身后的人应该更为厉害，所以楚风觉得搞不好是与那小女孩有关的人恰好赶到此处救下了他们，而后那小女孩又履行诺言，将仙金矿的一部分力量强行灌输给了楚风。你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毕竟先前若不是你出手，那小丫头也会有麻烦。女王大人说道。可我未能带她安全离开误区，反而是因她而获救，不过一面之缘，竟舍得将如此资源与我共享，日后若有机会，定要好好报答那小丫头一番。只是眼下我必须尽快找到双双姐才行。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动身，向来时的方向飞掠而去。且在其提及楚双双的时候，楚风的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担忧，毕竟从那小女孩口中，楚风已然得知楚双双被青羽妖族的人抓走了。这个节骨眼，楚双双落在青羽妖族的手中，那可是非常危险的。不，楚风，我知道你很担心楚双双，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你现在去找她，如果找到了，她只是被青羽妖族的喽啰抓走也就算了，但是她若是被青羽妖族的强者或者那位高手抓到了，你该如何？所以我建议你，不如先尝试一下，看你能否突破修为。若是能够突破修为，那么你再救楚双双也更有把握。女王大人说道。听得女王大人这话，楚风倒也觉得不无道理，毕竟楚风现在还不清楚青羽妖族进入此处的最强者是何修为，那个请来的高手又是何修为。好，听淡淡的，虽然决定尝试突破修为，
可是楚风却并没有真立即开始，而是寻找了一处偏僻的角落，并且花费心思布置了一座隐藏阵法。虽然这岩洞之大，宛如一方世界，但楚风却知晓，如今青羽妖族的人正在这岩洞之中寻找着仙金矿，所以楚风必须隐蔽起来，否则若是在自己突破的关键时刻被青羽妖族的人找到的话，那可就惨了。而在楚风尝试突破之际，在楚氏天族领地的西南方，这里乃是一片连绵的大山，而在大山的深处，楚弘毅等人皆是聚在此处。此刻，众人一脸的满足。弘毅大哥，这次多亏了你啊！众人纷纷道谢，因为他们在这里成功的找到了仙河。虽然仙河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此次修炼收获不菲。客气什么，都是自家兄弟。楚弘毅笑着说道：“弘毅大哥待我们如此之好，可是新来的那几个家伙居然不信弘毅大哥，真是可气。气什么？不信弘毅大哥，吃亏的乃是他们。就比如此次他们若是跟随而来，那么也可在这仙河内修炼。现在估计后悔死了吧？别这么说，那楚风不是说他能找到暗流仙河吗？搞不好他们现在正在暗流仙河内修炼呢。就那个小子，他以为他是谁啊？他要是能找到暗流仙河，那我就把那坨屎吃了。你要是这样说，那我觉得你可能没机会了，因为那小子肯定找不到啊。”众人为了讨好楚弘毅，开始对楚风等人冷嘲热讽。听得众人讲，那楚弘毅的嘴角也是不由得扬起利奥得意的弧度。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就是众人对他臣服，而比楚风的结果，好了，几个跳梁小丑罢了。但是看在同族的份上，各位兄弟姐妹也不必与他们一般见识。楚弘毅说道：“还是弘毅大哥大人有大量。是啊，整个祖武修行界，唯有弘毅大哥可做我们的首领。”众人马屁不断，纷纷表示追随楚弘毅的决心。而看着众人这般，楚弘毅脸上的笑意则是越来越浓。可就在这时，阵阵雷鸣之音在天际之上炸响，顺着雷声传来的方向观望，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眼中涌现出了些许惊讶之色。他们发现，在那9天之上，竟有道道雷霆涌动，那雷霆宛如巨龙，又似猛兽，其威势之强，简直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是什么？莫非是有人突破修为？好像是，可是看那个方向，应该是青羽妖族的领地啊。青羽妖族内又无天级血脉者，怎会引起这样的雷霆？楚氏天族的众人望着那天际之上的雷霆，目光若有所思。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天族者突破所引起的异象吧？毕竟我们都是天族之人，我们之中也有不少人修炼了天级玄功，突破所引起的异象，我们见过太多了，但从没见过威势如此恐怖的。但很快又有人发出了质疑，对于此人的质疑，倒也有不少人表示赞同。虽然这一项与天级血脉者突破之时非常的像，可是这个威势又太过恐怖了一些，远非他们之前所见的异象可比。莫非是有浩劫降临？猛然间有人惊呼出声，而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也是目露恐慌之色。浩瀚修武界，武者并非一切的主宰，有时候从天而降的浩劫才是最恐怖的。而眼下天上那一只指雷霆巨兽所释放出的威势，更是具有毁灭性的。人们都毫不怀疑，若是那真是一场浩劫从天而降的话，莫说是他们，怕是这整个祖武修行界都要毁灭。因为那9天之上的威势实在是太恐怖了。弘毅大哥，您觉得那是什么？惊慌之余，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楚弘毅。楚弘毅，毕竟楚弘毅不仅仅是他们之中修为最强者，也是界灵之术最强者，他的观察手段远非旁人可比。虽然与我楚氏天族的血脉之力很像，但那绝对不会是有人突破所引起的异象。不过大家倒也别慌，祖武修行界可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有着很多修炼资源，还是我们从未发现的。眼下9天之上的异象，搞不好是在预示着某种修炼资源即将现世。楚弘毅说道：“若是那样，那我们岂不是要走大运了？”听得楚弘毅这一番分析后，楚氏天族的这些人不仅信了，脸上还纷纷涌现出了狂喜之色。刚刚在仙河之中，他们已是获得了不小的收获，现在竟然又有未知的修炼资源现世，并且看着等异象，若很是修炼资源，那怕是比仙河还要料的。众人怎能不喜？可就在这时，那9天之上的道道雷霆竟然开始汇集，紧接竟然化作一道雷龙，笔直的从天而降。这一刻，人们脸上的喜悦之色顿时凝固起来，紧接着便再度被慌张以及惊恐所取代。甚至在这一瞬间，也有不少人是冷汗连连，因为随着那雷霆的轰落下，人们能够感受到那毁灭性的气息正在临近。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的恐怖。弘毅大哥，你当真确定那不是浩劫降临？这种情况下，人们将那不安的目光纷纷投向了楚弘毅，似要确定心中的答案。其实此刻楚弘毅自己也是慌了，但是他却不能表现出来。正所谓说出去的话便是泼出去的水，他先前已经那么说了，若是现在再改口，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各位兄弟姐妹莫要慌张，我楚弘毅不会看错，那一定是某种修炼资源即将现世的预兆，而并非是浩劫降临。楚弘毅说道。尽管楚弘毅这话说的是如此的确定，可是眼下众人眼中的不安之色却依旧没有减少，因为那威势太恐怖了，他们实在是没办法保持镇定。甚至随着那雷霆的落下，已是有不少人吓得瑟瑟发抖。终于那雷霆落下了，人们都能看到其所落下的位置正是青羽妖族所在的领地，只是那雷霆落下之后却没有造成任何的波动。与此同时，那毁灭性的气息也是随之消失了，竟然什么都没发生。弘毅大哥，这是怎么回事？眼见着那恐怖的雷霆就这样消失了，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楚弘毅。而此刻楚弘毅的心中也是非常的茫然，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就在这时，那9天之上已经散去的恐怖雷霆竟然又出现了，并且这一次的威势比先前竟然又恐怖了不少。而紧接着那漫天的雷霆
又汇集到一处，如先前一般，携带着那恐怖的威势轰落而下。但轰落而下之后，同样没有造成任何的波动，就那样凭空消失了。这一刻，在场的所有处世天族之人都是一脸的茫然。只论威势，那的确不像是天级血脉引起的异象，因为先前的雷霆太恐怖了。可是那雷霆的凝聚以及落下的速度，却又与天级血脉者突破之时引起的雷霆是如此的相像，人们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在众人不解之际，那青羽妖族领地的地底深处，一双眼眸却是缓缓睁开，而此人所散发的气息更是达到了8品天仙的地步。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竟然真的踏入了8品天仙，可喜可贺呀！眼见着楚风成功突破，女王大人欣喜不已。虽然陷入昏迷，可获得的天地能量实在太强，由此可见那仙金矿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回头真的要好好报答一下那个小丫头。楚风此刻也是欣喜若狂，因为他自己比谁都了解自己现在的情况。凭借从那天地能量中顿悟到的修武之道，楚风不仅连续突破，甚至他觉得再给他一些时间，再领悟到一些更高深的修武之道，他便可以尝试突破到9品天仙了。由此可见，那仙金矿的厉害可就是如此厉害的仙金矿。那女孩居然真的分享给了自己，楚风怎能不感动？但楚风不知道的是，其实那个女孩并不是将仙金矿分给了他，而是将那块仙金矿的全部力量都灌输到了楚风的体内。感动归感动，但楚风却并没有忘记他眼下需要做的事，那就是找到楚双双。虽然修为已经从6品天仙提升到了8品天仙，楚风的底气已经足了很多，但是在不知道对方到底有着怎样实力的情况下，楚风也是不敢太过招摇，而是依旧小心的去寻找着对方的踪迹。而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打探之后，楚风终于得知了楚双双的下落。楚双双的确被青羽妖族的人抓走了，最可怕的是，现在抓走楚双双的人竟然把楚双双送往了青羽凤鸣的手中。若是楚双双真的落入青羽凤鸣的手中，那么楚双双将面临怎样的处境，楚风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所以楚风此刻正在以最快速度向青羽凤鸣所在的位置赶去，想要趁着楚双双落到青羽凤鸣手中之前，把楚双双给救下来。只是为时已晚，楚双双她已经落入了青羽凤鸣的手中。眼下青羽妖族的人比先前汇集的还要多了不少，他们显得更加的人多势众。而以青羽凤鸣以及杨虚湖为首的这群青羽妖族的族人，眼下却在围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蜷缩在地上，浑身是血，眼下眼球上翻，不断的发出痛苦的声音，看得出来她很痛苦，只是她虚弱的连声音都变得很微弱，她已经神志不清了。此人正是楚双双。楚双双此刻的悲惨，是个人看到都会心生怜悯，只是此刻青羽妖族的众人却没有一个人脸上有怜悯之色，他们的脸上有的竟然是畅快淋漓，就宛如大仇的报了一般。就在这时，青羽凤鸣手臂一抬，一大片雷蛇噼里啪啦的便钻入了楚双双的体内。这一刻，楚双双的身体不断的颤抖，脸上的痛苦之色更加浓郁，就连那原本虚弱的哀嚎也变得更加大声了。他正在承受着灵魂被撕裂的痛楚，那无数条雷蛇钻入了他的灵魂，正在撕扯着他的灵魂。凤鸣，你是打算把他弄疯吗？杨虚湖男子开口问道。我不仅要将他弄疯，我还要将那个楚轩辕的儿子也弄疯。青羽凤鸣咬牙切齿地说道。倘若那个人真的是楚轩辕的儿子，我劝你还是不要太过分。虽然关于楚轩辕的事情我并不了解，可是每当听到族内的前辈提及那楚轩辕，要么是敬佩，要么是忌惮。那楚轩辕绝对不是好惹的人，据说当年他为了他的儿子楚风，连星域主界的人都敢杀。倘若楚风真的出现了什么3长2短，那可能不是鸟倒霉，怕是我青羽妖族也要倒霉啊。青羽凤鸣说道。不是说那楚轩辕被关在楚世天族境的，修为退步的厉害吗？再者说了，就算他真的那么厉害，当年又岂会被楚世天族关押起来，又岂会束手就擒？青羽凤鸣说道。这种事你能确定真相吗？楚轩辕不强，他可是在年仅29岁之时就击败过到皇宫公主的人，据说当时到皇宫的公主可是差一点威胁到楚世天族霸主地位的人，而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并非谣传，更不是传说。试问如此厉害的楚轩辕，他束手就擒，真的是因为斗不过楚世天族，而不是另有缘由。况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还有3斤定，何况是楚轩辕那种曾威胁到整个星域主界的人。杨虚湖男子一脸凝重地说着。哼，那我也不怕，若是遇到那个楚风，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青羽凤鸣不以为然，可是别看他嘴上这样说，但是眼下他就连对楚双双下手都变得不再那般狠厉。他其实是被吓到了，被杨虚湖男子的一番话所吓到了。楚风有那样一个恐怖的父亲，他当真做不到不忌惮。